大家早，阿弥陀佛。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在人道的众生这么难去断男女的情爱之欲，也就是我们讲的色欲与情欲。在佛教的宇宙观里面，佛教是有三界28天。那这个三界呢，就是指欲界、色界与无色界。顾名思义，欲界就是以欲望为中心主导生活的价值的一个生活范围与区域，而我们人道的众生、六道的众生就是身处在欲界当中。所以针对佛教的三界28天，我将会分一系列来讲解。我们今天主要专注就是在讲我们人道里面所处的欲界。欲界就是指着充满着欲望炽盛的一个宇宙空间。在佛陀告诫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指的是贪恋哪些欲望呢？在欲界的众生，首先贪恋的就是五欲，也就是财、色、名、食、睡。当然，欲界的众生在以天界以上越高等的天界的众生，他是没有所谓的财这个欲望。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讲的这个五欲，针对的是指在六道众生里面的人道的众生。所谓这个五欲呢，在佛陀的教言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指的是初五欲，也就是指的是财、色、名、食、睡这个就是第一类别初相的五欲。那五欲竟然分成两种，那第二类别的五欲呢，就是所谓的细五欲。这细五欲就是从财色名食睡当中再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色、声、香、味、触，这就是所谓的细五欲。那既然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是初五欲，那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我想我们就不用在这里多做解释了。那衍生细的五欲，那今天我就主要来讲解这个细的五欲。当然初的五欲就是一个外境，你拥有钱财，或者你贪恋美色，或者是贪爱美食，贪爱睡眠那这种五种的欲望是在欲界所有的众生，尤其是出众的人道的众生是尤为明显。那细五欲就是我们的五根就是我们众生的五根，眼、耳、鼻、舌、身，也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触根。它相对应的就是色，眼睛眼根所看到美丽的色，漂亮的女孩子，或长得好看的男生，或者一个漂亮的房子，乃至是一个漂亮的车子，色它所显现的一个外在的色法，会勾引我们人道的众生呢，去趋爱追求他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漂亮的物品或者一个人。那身就是耳根耳朵听到这个相爱的人打电话过来，讲了甜言蜜语柔软的声音，喜欢人的声音，这个声，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个音乐，或者是你对于人对你所产生的一个正面的评价或称赞，这些都是声，借由这个耳朵的这个器官接受这个声这样的一个讯息。香，当我们鼻根我们的鼻子鼻根闻到这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非常甜美的身体的气味，或者是一个
英俊的男生身上散发出来男子的气味，乃至于是食物它所散发出来的味道，乃至是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这个鼻它相对应的就是香，它所产生来的一个香气。味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体两面的，它就是同一个类别形式性质的一种吸引力。另外一个就是触，触呢它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眼耳鼻舌身，也就是身根，就是我们那种皮肤的触觉比如喜欢这个人，你拥抱他的时候或者抚摸他的时候，那种内心产生的愉悦跟快感，就是透过这个触觉。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细五欲，也就是色声香味触。那在欲界的众生，最高层次最愉悦的欲望的展现与实现，就是男女交合，也就是男女以色相诱，闻之以香气，触之与身触，然后嘴巴就可以去亲吻，然后甚至去品尝这个美色或男色。所以在欲界的众生呢，就是最难最难克制与最难最难抵抗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情欲。那所以为什么在欲界的众生，尤其是人道的众生，乃至于上去天道的众生，也都有这个男女的情欲。但是呢，层次越高的天道的众生，虽然也还是有这种淫欲之心，但是他们得到男女交合的喜悦，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微笑，或者是一个牵手，乃至于一个触碰。就不像我们在六道里轮回的这些六道的众生，着重在男女跟交合得到的这种欲望的满足。我刚才已经讲到了，财色名食睡是指初五欲，细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为什么是在男女之间的情爱得到最大的发挥去展现？我刚才已经说明了，那就是色声香味触全部都可以在男女之间的缠绵交合之间得到完全的满足。在六道的众生，不是只有人道的众生才有淫欲之心，我刚刚也提到了天道的众生也有，那乃至于畜生道恶鬼道的也有男女交合，然后到地狱里它就是无尽的苦报。那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六道的众生都有这个情欲，所以为什么修行人他非常难去断欲？修行到决定要出家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出三界之家。第一就是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说欲界就是指要出离对男女情色的一种贪爱、执着跟贪取。所以出家人他就是要守戒，要守戒律，要持戒，是不可以去犯这个淫戒。那为什么在家居士男众女众修学佛法他也要受五戒？其中一个戒就是不邪淫戒，也就是不可以跟自己正淫的丈夫或妻子之外任何的众生行不净行，这就是指不邪淫戒。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修行者不能认知到这个男女之欲，就是欲界里面等级最高的欲望，那这个欲望一旦得到实现的时候，是没有修行可言的。那所以为什么在家居士要先受五戒，乃至于进而要去受菩萨戒那甚至有些时候在家居士也会去到佛寺参加1天1夜的八关斋戒，就是在那一天当中持守这个8个戒条，就是要种下断除男女欲望的这个根本之因。那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欲界呢，就是充满了欲望、爱欲、情欲、占有，而产生了这个欲界的这个气世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人道的行淫跟人道男女情爱或者现在因为社会的开放也有男男的情爱或女女的情爱就是所谓的这个情欲欲望总称为我们欲界的一个根本之因。所以为什么佛陀告诫我们要断除三界之因呢？首先就要断除对男女欲望的执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欲望是非常非常难去调伏的。人道的众生他有这些情欲是非常难克制，那是因为这个就是天性。我们之所以会投身为人道的众生，就是因为我们在无限的轮回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是着重这个欲望男女之情欲，所以我们投身在娑婆，也就是这个难言菩提这个气世间。所以人道的众生一定是非常困难去对治情欲的男女之间的这种两根交合的快感跟快乐是很难去抗拒的。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人道的众生之外，乃至于阿修罗道的众生，上至天道的众生，都还是有淫欲之心。只是从人道的众生以上，天道的众生，越高等修行的天道的众生，他就是对这个情欲的执着就会越淡。在佛陀的教言里面，三界就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而今天我主要的主题是讲欲界。那这个欲界所谓的这个欲界呢，就是指从地狱、畜生、恶鬼、人道、阿修罗道、天道，那我们就从欲界当中最低等的这一道众生，也就是地狱道的众生，一直到天道，我们来看这当中的分别。首先我们知道地狱道我们有8大地狱，它各分为8寒地狱与8热地狱，在8热地狱当中各又附属了16个附属地狱，总共就有136个地狱。那因为在地狱的众生就是在投身地狱之前，他过去生行了非常多的邪淫，然后他最后要往生之前，他会看到吸引他的女人或者是吸引他的男人，他会去勾招他，然后最后他在神识离开他这个五蕴假合的这个色身的时候，他马上直接就是会堕入到地狱。因为那时候他的神识脱离他的肉体的时候，他眼前就会看到他喜欢的女孩子，或者是他喜欢放不掉的男孩子，因为非常爱嘛，所以就会走过去直接想要跟他行淫。所以那个时候的当下，直接他就是堕入在地狱当中了。那在倒数第2个层次欲界的众生是什么呢？也就是恶鬼道。那恶鬼道的众生，它分为多财鬼、少财鬼、无财鬼这是以粗分类而言。那细分类呢，又分为36鬼。倒数第3个就是畜生道。我想畜生道我们都知道上至天上飞的，下至海里游的眼睛所看到的哺乳的卵生、湿生、化生，全部它都归属在畜生道。刚才我已经说到人道的众生男女之间的爱欲之心是实之性也也就是说它就像呼吸一样，是人的本能，非常难去修，非常难去断。那再上来呢，就是阿修罗道。阿修罗道的众生的福报呢，跟天道的众生是类似的，但是差异比较不同的是，他在嗔心是比较强，嫉妒心也是比较强，他们也是有男女行淫跟男女的喜爱的。那天道就是我们讲的欲界6天，那这欲界6天是在我们欲界当中里面最高等的6个天界，但是它都还归属在欲界当中。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欲界6天的这些天人，他们是怎么样去感受这个男女的情爱。6欲天最底下的这个天呢，是4天王天，以人道的寿命50岁为一昼夜。在4天王天这里的天人呢，他的寿命可以到达500岁。
四天王天的这天人呢，他是依地而居，依幻而生，也是有婚嫁，也是跟人道的众生一样，他是有男女的情欲。在上一重天叫忉利天，那忉利天的天人是以人间100岁为一昼夜，定寿1000岁。那在忉利天的天人，他淫欲的方式呢，是与人类相同的，也是依地而居，有婚嫁，幻化出生。那也就是说，忉利天是在四天王天之上的天人，都跟人道的众生一样，他还是有男女的行淫之事，也有婚嫁之娶。那我们再看在往上欲界的3重天夜摩天，以人间200岁为一昼夜，定寿2000岁。男女之间就是以互执两手成淫，依空而住。好，那在这里的3重天，他在这一届夜摩天的天人，他已经进化了，因为他福德比较大。他这里是指两手相合，就是他只要牵个手就满足了对于男女之间这种情欲的需求，他就欢喜满足了。他是依空而住，他并不是由母胎出，不是的。然后在欲界的4重天兜率天，我们来看看兜率天里面的天人，他又是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男女关系的。兜率天以人间400岁为一昼夜，定寿4000岁，彼此意念成淫，依空而居。也就是说，在兜率天的天人，他们男女之间只要彼此喜欢，念头一想，这个爱欲的心就满足了。他不是像刚刚的那个夜摩天还需要牵手去满足，他就直接就只要意淫就可以了，就是念头想一下，他就得到了那个快感满足，以喜乐，就满足了男女行淫之事。第5重天化乐天呢，以人间800岁为一昼夜，定寿8000岁，熟视而笑成淫，依空而居。也就是第5重天的这男女他行淫的一种方式，就是彼此之间爱慕的眼神，深深的彼此相看，非常深刻的熟视，他们就满足了男女之间的情爱，这个淫欲的需求。那最后一重天就是他化自在天，第6重天。那在第6重天的天人呢，对于这个淫欲的之心呢，是更浅薄的。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最上一等的天，他化自在天这些天人是怎么样去行男女之事？以人间1600岁为一昼夜，定寿16000岁，相视共语成淫，依空而居。也就是他化自在天呢，他男女之间的这个天人他不需要彼此熟视，就是深情眼眸的彼此相视，他只要眼睛看一下，讲一下话，就像平常我们跟陌生人讲话那样，他就得到了他情欲上的满足。那这些天人呢，他随着他的福德越高，他呢对于男女之间的情爱与执着就越浅。从最前面的2重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跟人道是比较类似的。在更往上，就从牵手念头想一下最后面只要眼睛看一下，他就满足了男女之间的情欲的需求。所以你看，如果今天我们人道的修行，我们也能够修得像这些天界的众生一样，眼睛看一下，讲一下话，这样子就满足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在修行的道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犯淫戒，然后这么多的恶业了？那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当然在这个6欲天，它每一个天的天人的寿命，它是成等倍的上去。那你都可以看到
定岁16000岁啊，我们人道的众生怎么能够可以到16000岁呢？不可能的啊！我们大概平均70-80岁就是一个生死。那有些人就会误会说，哎呀，那师父我们干脆投身到天道好了，也是可以跟女孩子拉拉手讲讲话，满足那个情欲之心啊，这样也很不错啊，又没有需要男女的那么强的欲望两根交合。但是别忘了六道的众生，天界的这些天人，他有五衰相现出现的时候，当他这个天人的福报功德尽灭的时候，他也是要堕入在三恶道去受苦的。所以天道的众生，就算他的寿命再长，就算他的淫欲之心再浅薄，他都是还是有淫欲之心的，他并没有断淫欲。而且在六道的众生，包含这高等的六重天的天人，都还是会在六道当中轮回。那既然我们修行，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做一个最保险的一个修行，就是我们不要再投身在六道轮回，我们要投身到极乐世界，或者你也可以发愿到其他的佛国净土，或者你发愿乘愿再来南征部洲的人道来修行，最后发菩提心，自利利他，成就佛国。所以为什么在人道能够得到暇满人生，修行是至上的人生宝？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够成佛，只有人才能知善恶，只有在人道的修行呢，才能够好好的可以修忏悔。无始以来，我们因为无明、贪嗔痴、爱欲、执着、贪念所造作的一切的恶业，都是要在人道当中的修行才能把它净除干净。在天道当中，就是想一一来，想十十来那男女之间非常的容易满足这个欲望，所以天道的众生是非常困难去修行的。所以唯一就是在苦乐参半的人道众生是最好修行的。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一心想要修行佛法，得到解脱，然后往生极乐净土，或者乘愿再来的一个修行者。情欲之难断，难在我们不了解男女之欲就是在楞严经里面说，这个女人呢，就如同像个毒蛇去拥抱女人的时候，你就要去观想，你抱的是一个毒蛇，它随时都可以把你咬死。那你喜欢英俊的男孩子，也是要去观想，这个俊男呢，就如同是一个毒蛇，你在拥抱他的时候，很可能随时随地都会丧命。所以在佛陀的教言，修行首先第一就要断欲那断欲当中就要断粗的欲，就是什么？淫欲是最粗的欲因为男女的两根交合是最大的快乐，所以在欲望当中它是极品，它是知最大的欲，所以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先去修，把它修淡修薄，然后能够观到这个淫欲的过患，你才能够发起决定的信解心，去断除淫欲，不要贪恋贪爱。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所谓的欲界我们这六道的众生是在欲界当中，它的所谓的欲，顾名思义就是男女之欲的欲界，而我们就是男女之欲的这个欲界当中，又是最出众的这个人道的众生所以呢，为什么修行人很难去面对这个淫欲之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而就为什么出家人他一定要断淫欲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把你最喜欢的先断掉，你的心才能够比较清净，心才可以比较没有
这个得失心、烦恼心、爱染心，才能够入道啊。那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个欲界里面这六重天乃至于人道的众生，他们是怎么样的分别的方式来进行男女情欲的互动，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当你自己觉得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的时候，那你就多观想这些天道的众生，他们透过握握手两个眼睛看一看，或者讲讲话，就可以满足对于男女之欲的一个追求。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修行越来越高的时候功德越来越具足的时候，业障越来越浅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再去贪恋这个男女之情色之事那所以你就看在六道里面，这个高等福报的众生不就天人吗？那他天人的众生，他修得越上去的，他就越没有执着男女之间的情欲之事那也就是因为他的福报功德比较大所以如果自己本来修行修得很好但是呢最近又开始发生很强烈的欲望想要去贪求男色或女色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到可能最近自己的贪念升起了很多。因为贪欲呢，它就像一把火，它只要一刚开始呢，它就会不可收拾。也就是说，欲望男女之欲呢，它一旦开始，它基本上是很难去被扑灭的。你一定要以忏法、以觉照力去面对这个男女之情欲呢，就如同我们是走到那个毒蛇窟一样所以呢，佛陀已经在楞严经里面都有很多的观想，教导我们在修行的里面如何去观想去抗拒这个色的诱惑，要如何去面对它，越过它，忏悔它，以及亲近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的感想。我也希望在今天的欲界六重天看到这天界里面他们的欲望的确是比我们人道的众生还要少。那我们就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连天道的众生的修行我们都无法像他们清心寡欲的话，那更何况我们是一个人道受了五戒菩萨戒的修行者呢？我们也要用这个来反观自心。那如果有了观照力，那又加上三宝的加持力，那我想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这个邪淫的罪障都是可以铲除干净的。在新的一年，我想用这个跟大家做分享，也给大家做一个警惕因为2025呢是一个火年它是一个欲望之火的一个年份，外面的灾难不断，我们内心修行者的灾难也会不断，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提起正见，以多观修慈悲以智慧正念与空性来觉照自己的这个五毒，那我想就会平平安安的过完2025年。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那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